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 Lily， 今天用4个鸡蛋和半碗面粉来分享一个老式脆皮蛋糕的做法。方法简单零失败，出锅外皮酥脆，内里松软不塌陷，和买的一样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4个鸡蛋和半碗面粉，面粉呢约120克左右，我们先把面粉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鸡蛋。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盆，这个盆呢，用厨房纸巾把里面的水汽擦干，一定要确保无水无油，然后把鸡蛋打入大盆中。鸡蛋的量呢，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，我这里4个鸡蛋呢，能做8、9个小蛋糕了。鸡蛋打好后，往里边挤入几滴柠檬汁，这样可以去除蛋腥味。再加入20克白糖，然后准备一盆温水，水温约40度左右，用手摸比人体温度稍高一点就可以。把装鸡蛋的盆放入水盆中，像这样隔水加热一下，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，这样加热一下呢，鸡蛋更容易打发。先用打蛋器低速搅匀，让鸡蛋和糖完全混合，打发30秒左右，再转高速打发。打发鸡蛋的时候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打发。今天做的老式蛋糕呢，蛋黄与蛋清不用分离，就这样直接一起打发，非常的简单省事。虽然是一起打发的，但是我们白糖也要分3次加入。为什么要分3次加入呢？这里的学问可大了。鸡蛋在打发的过程中逐步加入白糖，能更好的形成稳定的蛋白霜结构。第一次加糖是为了启动鸡蛋的打发，让鸡蛋开始起泡，打发2、3分钟左右，出现这种密集的小泡泡。在第2次加入白糖，再继续用打蛋器高速打发。第2次加入白糖能增强鸡蛋的发泡性，使鸡蛋更加的细腻浓稠。再打发2、3分钟，打发至出现这种明显的纹路时，在第3次加入白糖，也是加入20克。第3次加入白糖，则是在鸡蛋已经有一定的体积时，进一步巩固泡沫的结构，让鸡蛋达到湿性发泡，甚至是干性发泡的理想状态。这样打发出来的鸡蛋呢，包裹空气的能力更强，做出来的蛋糕组织才会更加的蓬松柔软，口感绝佳。而且分次加糖，还能避免一次性加糖过多导致的鸡蛋打发不均匀、塌陷等问题，使蛋糕在烘烤过程中能够均匀膨胀，形成完美的脆皮和松软的内部组织。学会这一招，让你的老式脆皮蛋糕轻松升级。最后打发至提起打蛋器，蛋液滴落下来，能保持5秒钟不消失，说明这个鸡蛋就打发好了。然后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烤箱160度提前预热5分钟。再倒入一半的面粉，倒入漏勺中，用漏勺过筛一下，这样面粉会更加的细腻。把面粉过筛到鸡蛋的碗中。如果是第一次做这个老式脆皮蛋糕，最好加1克泡打粉，这样做出来成功率会更高。然后用刮刀像我这样抄底翻拌，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那样很容易消泡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你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，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，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拌匀后，在第2次筛入面粉，全部倒入漏勺中，过筛到大碗中。倒进来以后，继续用刮刀抄底向上翻拌，像炒菜一样给它拌匀，千万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再翻拌1、2分钟。
最后翻拌到看不到干粉颗粒，变成这样细腻浓稠状就可以了。再加入50克玉米油，继续用刮刀翻拌均匀，让玉米油和面糊完全混合在一起，尽量多翻拌一会，切记不要用刮刀顺着一个方向搅拌。最后翻拌到看不到油的状态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个烤盘，在上面放上几个这样的蛋糕纸杯，没有蛋糕纸杯的可以用蛋糕模具，然后用勺子把蛋糕面糊舀入纸杯中，一个纸杯舀入1勺面糊就可以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再像我这样震动一下烤盘，给它蒸出大气泡，震几下就可以。震好后，在每个蛋糕杯里撒上一些白芝麻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每一个蛋糕杯都给它撒上一层白芝麻，全部撒好后，再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管150度烤30分钟。这里的温度不要调太高，太高了容易烤裂开。5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蛋糕香味扑鼻而来，看一下颜色，金黄金黄的，像这样说明就已经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把这个纸杯撕开，这个蛋糕就能脱模了。看一下，非常的完整，表皮脆脆的，浓浓的蛋糕香味。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老式脆皮蛋糕就做好了。刚打开烤箱，那浓郁醇厚的蛋香和奶香就迫不及待地钻进鼻腔，瞬间把我拉回小时候守在蛋糕店门口的时光。蛋糕的外皮金黄金黄的，泛着诱人的光泽，用手轻轻一按，嘎吱作响，这酥脆感简直绝子。再咬上一口，里面的蛋糕组织松软绵密，湿润又不失弹性，每一个气孔都好像在诉说着甜蜜的故事。鸡蛋和面粉的完美融合，甜度恰到好处，不油不腻，在舌尖上化开，还留下一丝丝淡淡的回味。一口气炫3个都不过分。自己动手做，没有添加剂，满满的都是纯粹的味道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下哦，一起找回童年的快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